你身邊有沒有人緣好、朋友多、總能成為焦點的人？你是否也曾羨慕過他擅長交際的能力？可你有沒有想過，別人憑什麼要對你好？要理解這個憑什麼，先聽完一個故事，再分享乾貨。公元前202年，劉邦在定陶稱帝，建立了大漢王朝。一個來自沛縣、曾經被父親嫌棄不如二哥會經營家業的男人，坐上了最高的位置。跟隨他一路走來的舊部們自然加官進爵，分享勝利的果實。而在後宮中，一場無聲的風暴早在多年前就已埋下伏筆。風暴的中心是2個女人，呂雉和戚夫人。呂雉嫁給劉邦時，她還是個泗水亭長，整日游手好閒，四處結交朋友。呂公因相面認為劉邦將來貴不可言，執意將女兒許配給他。婚禮談不上風光，生活更是清苦。呂雉脫下富家小姐的綢緞，換上粗布麻衣，下地耕種，操持家務，為劉邦生兒育女。她經歷過劉邦私放刑徒逃亡時的惶恐，經歷過為丈夫送飯送衣卻被楚兵抓走的屈辱，更經歷過長達數年作為人質，在項羽軍營中朝不保夕的煎熬。那些年，她的世界是泥土、恐懼和漫長的等待。她的價值是維繫這個飄搖家庭的後盾，是劉邦後方一個模糊而堅韌的影子。沒人覺得她特別，包括她的丈夫。與此同時，在劉邦於戰爭中四處征伐的歲月裡，另一個女人出現在他身邊。戚夫人年輕貌美，擅長歌舞，尤其是一曲楚舞，腰肢柔軟，眼波流轉，能在瞬間撫平男人征戰沙場的疲憊。她成了劉邦身邊最得寵的姬妾。那些呂雉在苦難中磨礪出皺紋的夜晚，戚夫人正依偎在劉邦懷裡，用輕盈的舞步和婉轉的歌喉為他編織溫柔的夢境。戚夫人生下了兒子劉如意，劉邦愛屋及烏，覺得這個兒子像自己，遠勝過於呂雉所生的太子劉盈的柔弱。價值的天平在劉邦心裡劇烈傾斜。呂雉的付出是過去的、沉甸甸的、帶着泥土味的恩情，而戚夫人給予的是當下的、鮮活的、令人愉悅的情緒價值。戚夫人不滿足於僅僅是寵愛，她開始哭泣，哀求劉邦改立劉如意為太子。她的眼淚如此動人，她的恐懼如此真實，她害怕呂雉日後報復。劉邦被打動了，多次在朝堂上提出要換太子，滿朝文武反對。但在帝王私心的天平上，一個陪伴自己享樂、能給予情感慰藉的寵妃，其效用似乎超過了那個留守後方、面容已被風霜侵蝕的正妻。呂雉得知這一切，她沒有哭鬧，沒有去找劉邦理論。她知道自己此刻在丈夫心中的分量不足。她找到了張良，張良獻策，請來了商山4號這4位劉邦都請不動的隱士來輔佐太子劉盈。當劉邦看到這4位白髮老翁恭敬地站在太子身後時，他明白太子羽翼已豐，人心所向，難以動搖了。他召來戚夫人，指着4號的背影說：太子有他們輔助，地位無法撼動了。戚夫人的舞蹈再也跳不起來，只剩下面如死灰的絕望。劉邦死後，劉盈即位，呂雉成為皇太後。她積壓數十年的寒意，終於可以毫無顧忌地釋放。她將戚夫人囚禁於甬巷，剃去她的頭髮，給她戴上鐵圈，讓她穿着囚衣舂米。戚夫人仍不明白自己輸在哪裡，一邊勞作一邊悲歌：子為王，母為虜，終日沖薄暮，常與死為伍。這首歌徹底激怒了呂雉，她提醒着那個曾經威脅她和她兒子地位的過去。於是，歷史上最殘酷的報復之一上演了。呂雉毒殺了劉如意，隨後將戚夫人做成了人質。
當戚夫人在永巷唱着那首悲歌時，她或許還在期盼君王的憐惜，期盼憑借舊日的情分能換來一絲寬容，但她徹底錯了。那個曾經欣賞她舞蹈、為她流淚而心軟的男人已經不在了。此刻，掌握她生死的人是呂雉，而在呂雉的價值體系裡，戚夫人曾經的得寵是罪行，她後來的哭泣是挑釁，她此刻的存在是威脅。戚夫人沒有任何用處可以抵消這些，她唯一的價值就是成為呂雉展示權力、宣洩積怨的工具。她的美貌、才藝，甚至她的生命，在失去劉邦庇護的那一刻，就已貶值到塵埃裡。長樂宮的鐘聲依舊，沒人記得那裡曾住過一個善舞的夫人。未央宮前的石板路被工人仔細清洗，仿佛要沖掉所有關於那段殘酷往事的痕跡。歷史的塵埃落下，蓋住了一個簡單的真相：當你的價值被重新定義，過往的一切溫情都成了計算得失時最無關緊要的零頭。你有沒有過掏心掏肺對一個人好，對方卻轉身把熱情給了別人？你總覺得世界涼薄，可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？心理學有個概念叫社會交換理論。人與人之間所有的互動，本質上都是一種隱性的交換。我們在心裡都有一個天平，一邊放着我們付出的成本，時間、精力、金錢、情感，另一邊放着我們期待的回報，陪伴、支持、資源、快樂。人性只會持續那些回報大於或等於成本的關係，這就是人性的底層邏輯。想象一下，你有個朋友，每次找你都是傾訴負能量、借錢、求你幫忙，但當你需要他時，他總是沒空。你心裡的天平很快會失衡，你會疏遠他。反過來，另一個朋友，他見識廣，總能給你帶來新啟發。他人脈寬，在你遇到關鍵困難時能拉你一把，哪怕他只是很有趣，能讓你放鬆開心。你會不由自主地想靠近他，維護這段關係。前者消耗你是負債，後者滋養你是資產。人性本能地追逐資產，遠離負債。戚夫人對晚年的劉邦而言，是提供情緒價值的甜蜜資產，而對掌權後的呂雉而言，它是充滿威脅的危險負債。價值屬性一變，處境便是天淵之別。你所謂的人好、善良，只是你個人的道德成本。如果它不能兌換成對方需要的回報，比如解決問題的能力、帶來利益的機會，甚至僅僅是愉悅的情緒體驗，那麼它在對方的價值評估體系裡就可能接近於零。你的好只感動了自己，卻未必能成為別人天平上有分量的砝碼。世界運行的規則不是道德評判，而是價值兌換。你沒用，你的好就廉價；你有用，你的冷淡都叫個性。成年人的世界，關係是靠可交換價值來錨定。你的價值是你一切人際關係的壓艙石，沒有這塊石頭，你對別人再好，船說翻就翻。風浪一來，你第一個被扔下船減重。就好比你在圈子裡永遠是附和別人的那一個，提的建議沒人當真。親戚聚會時，混得好的那個被眾星捧月，你坐在角落無人問津，你覺得自己被忽略了。真相是，你是在別人的價值排序裡被自然篩選到了後面。資源、注意力、善意都是有限的，人們本能的會将其投向投資回報率更高的人和事。別抱怨現實，意識到這一點，就是你變強的開始。首先，重新定義你的善良，把對人好從目的变成手段。你的目的
應該是塑造一個高價值的自己。你的善良必須長出牙齒。幫忙可以，但要讓對方清楚你的能力和邊界。付出可以，但要發生在彼此價值互惠的框架內。無底線的對人好，只會吸引來貪婪的索取者。其次，找到你的核心價值。你靠什麼在這個社會交換體系裡立足？是無人替代的專業技能？是整合資源的連接能力？是敏銳的商業洞察？還是創造快樂的情緒感染力？找到你的核心價值，並把它打磨到極致，你就有了議價權。呂雉的核心價值是他多年經營的政治智慧和勢力網絡。戚夫人只有帝王飄忽的寵愛，當帝王消失，戚夫人的核心價值瞬間作廢。當你習慣以提供價值為先導，你會發現人脈會主動向你靠攏。人們喜歡和能讓自己增值的人在一起。你不再是索取者、消耗者，你是建設者、賦能者。然後停止對任何關係的依賴，專注對自我的投資，花大量時間研究如何討好別人，維護關係是本末倒置。關係是果，不是因。你把時間投在健身、閱讀、鑽研業務、學習新技能上，你的價值本體就在增值。你自己強了，成了燈塔，船自然會來圍繞你尋找方向。你自己弱，碼頭修得再漂亮也是廢墟。真正的勵志故事不是告訴你世界充滿愛的雞湯，而是讓你看清規則後依然有勇氣去贏得尊重。當你又弱又沒價值時，你的真心在別人看來可能就是別有用心。當你強而有價值時，你的一個承諾別人會視若珍寶。你的價值濃度決定了你在別人世界裡的溶解度。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內容，看懂點讚，希望對你有用。歡迎訂閱，更多分享，下期再見。